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最近我要做一个系列，就是专门讲大家哪些副业是很难赚钱的，但是在小红书上却很多人觉得他会说可以赚钱的一些，我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尝试过的，我会把一些制作的过程和结果都展示给大家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两张图，这两张图是我电子书挂在网上了之后，我进行了一个营销，主要是在亚马逊上花的钱，一个是4.31刀，一个是1.63磅，所以整个在营销上我大概就花了，我们算5刀吧，5刀多，6刀也可以。然后其实呢，后面呢，我用了一个 Midjourney， 它这个工具，我用的工具呢，我当时一冲动买了个年包是96块钱，所以呢，这是我的投入，整个投入就是我们算它101刀，101刀之后呢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后面的一个我的销售，我的销售呢，我们会发现，其实我的销售基本上是0。我们看这一趴，它主要是你的版权费是0，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90天它的一个 90天它的那个销售的本数是51本，可是为什么它最后大家会说，为什么你的那个卖的东西它是0呢？因为我在亚马逊上其实是做了一个营销，我做了营销了之后，它是0元购，所以我卖出去很多书，但是0元，导致我没有版权费的收入，所以我的版权费其实就是0的，这个就是结果就是我投了101块钱，但是我并没有收到1分钱的美金。然后呢，我想跟大家说的是，为什么我不是很推荐做这个事情。第一点就是时间投入高，制作一本电子书的话，你即使是有 AI 辅助工具，也真的是很难做的。从确定主题开始，你就要花费不少时间去筛选一些既有市场需求又有独特的方向，而且借助 AI 生成的内容，它基本上还要大量的筛选和精心的修改，以确保这个内容的质量、连贯性和准确性。排版的设计真的是一个耗时的过程中，我当时做这本书熬夜了2个晚上，每天晚上大概2点到4点睡觉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书皮真的很重要，而且要有一些设计感，不要有 AI 的感觉，一定要让大家觉得你是经过努力做的。所以市面上一些人说他投入了1天制作一本电子书，我敢相信他基本上是没有人买的，因为很多时候你的内容粗糙，文字存在语法错误、逻辑不清这种的，基本上也没有办法成为你的真正的被动收入。第二点，它就是它的那个市场饱和度，就是发布成本太低了，大量的人都涌入这个领域。我已经看了很多教程，都是什么教你如何在做漫画书等等，这个市场是极度饱和的，绝对是红海。而且在 Amazon 上，它是有数以百万计的电子书是可供选择的，竞争是异常的激烈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又让自己的作品脱颖而出，难度真的是可想而知的。第三点其实就是销售困难，推广成本特别高。刚刚我看到了，我大概花了5到6刀去推广，其实也并没有卖出去，而且就是它推广跟你做电商是无差的，真的没有差距。我当时做推广的时候，填写所有的关键词等等，我参考的都是大家做境外的人的小红书的投入，大家所有人都以为我写完书我就卖出去了，没有这么简单的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其实都不如做跨境电商。也是这个逻辑，所以很多人可能就做了0到1，不知道1到100是难度最大的。但是你做跨境的话，你这个品不好你就扔掉，你可以选另外一个品，对吧？而且就是实际上这个引流办法，其实国外的推广上引流办法还挺难的，主要是你要特别熟悉国外的一些平台，Facebook、推特、Instagram 上，你都必须要知道这些玩法，还有就是你能不能够引流过去，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。我觉得还有一些人，他可能也想去找博主网红合作，但是你可能要有人脉和继续投入。比如说像刚刚我已经投入了101块钱，可是我依旧没有收入，那我再继续投入，我的收入我是不确定的。还有就是反推回来，你的质量能不能让你一直笃定的往里面花钱，尤其是你是 AI 做的东西，你真的觉得有人会买吗？细分是不是真的让人觉得他想去花钱买你这个东西？
第四个就是，我自己感觉是，跟跨境电商的对比的话，就是跨境的话，你的品类是可控的，就是你今天不喜欢，你可以换，然后，它的市场潜力是比较大的，利润空间也是比较高的，而且全球贸易是不断的发展的。但是电子书的话，你的投入成本其实是选品、推广，还有就是销售困难，都是这个链路是跟跨境是一模一样的。但是它有一个最复杂的部分，就是你自己制作，你自己去推广。还有就是说，它亚马逊虽然提供了很多你发布的书的一些 APP 和网页，你又要去学习它，这个学习成本真的还挺高的。我自己的经验就是，大家如果做电子书的话，想成为税后收入，并且是长期稳定的收入的话，在短期内是很难达到的。这个系列基本上会围绕着我自己做过的被动收入去跟大家一起讨论，后面的话也会更新，关于这个更多的尝试，欢迎大家关注我，拜拜。